对一句话负责。一，能推人的雕像。云南省昆明市，在中国被叫做春城，春天的城市。因为昆明夏天不热，冬天不冷，气温变化小，一年四季都像春天。一般情况下，昆明的夏天和冬天大概只差10度，很舒服。春天和秋天就更不用说了。昆明的风景很美，城市里有很多公园，百花公园是最有名的一个，不管春夏秋冬，里边都开着各种颜色的花儿，非常好看。最近这一年，每到星期天，百花公园门口的路边就会出现一个雕像。那个雕像的样子很特别，看得懂的人知道，那是一个傣族男孩子的样子。他穿着少数民族的衣服，头上包着黑色的头巾，眼睛向前看着。他的脸黑黑的，鼻子高高的，嘴上挂着笑。两条腿，一条向前，一条在后，左手高高的举起来，举得比头还要高，右手指着前边的山。雕像就站在公园门口的路边，一动也不动。他的脚旁边放着一个盒子，盒子上写着欢迎拍照，1次2元。到公园来玩的人从雕像前面经过，很容易注意到它，因为它的样子看起来很有意思。很多人都喜欢跟雕像一起拍照，然后在盒子里留下2块钱。那一天也是星期天，高瑞丽和妻子唐甜甜吃完早饭，2个人坐上了汽车。他跟唐甜甜很早就已经约好，今天要开车到百花公园走一走，休息休息。高瑞丽是高山文化艺术公司的总经理，平常公司的事情多，他上班的时候太忙，周末也常常不能休息。他和妻子很长时间没有一起出去玩了。高瑞丽记得，他们上次去百花公园还是在去年暑假，算起来快1年了。虽然是星期天，路上汽车、自行车也很多。高瑞丽小心地开车，开得比较慢，他怕开快了会出问题。可是麻烦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快到百花公园门口的时候，他正要往左边的路口拐，把车开到停车场。突然，前边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倒在了他们的车子前面，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，嘴里还大叫着：“疼死了，疼死了，快救命啊！”糟糕！高瑞丽说着，紧张极了。他马上把车停住，开了车门，下车去扶那个倒在地上的男人。下车的时候，他把一个小包留在车里的座位上，包里有他的手机、信用卡和一些钱。因为着急，他连车门都忘了关。唐甜甜也从右边打开车门，准备下车帮一帮高瑞丽。他正要下车的时候，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忽然走向左边开着的车门，
很快地抢走了高瑞丽放在座位上的小包。唐甜甜急坏了，她马上下车去追抢包的人，一边追一边喊：有人抢东西了，帮我抓住他，抓住他！她想，这个包一定要追回来。包里的钱虽然不多，但是里面装着手机和信用卡什么的，如果丢了，麻烦就大了。高瑞丽下车时没拿手机，只好请站在旁边的人帮忙给警察打电话，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警察，请他们马上过来。唐甜甜继续追抢包的人，可是她跑得慢，追不上那个人。抢包的人跑得很快，过了一个红绿灯，一会儿就到了路边的雕像那儿。这时谁也没想到，那个长得像傣族男孩子的雕像突然用手向前一推，抢包的人倒在了地上。唐甜甜和旁边的人马上过来把他抱住了。不一会儿，来了4个警察，2个警察和唐甜甜一起抓着抢包的人，另外2个警察和高瑞丽一起查看路上发生的情况。看到有警察过来，刚才那个倒在地上大叫救命的男人忽然站了起来，骑上自行车就跑了。旁边的人看到这个情况，都笑了起来。2，原来是一个漂亮的姑娘。警察把抢包的人带到派出所，先让唐甜甜检查包里的东西少了没有。唐甜甜看到手机和信用卡都在，又数了数钱，也不少。警察问抢包的男人叫什么名字，住在哪里，为什么要抢别人的包。那个人的回答真让人不敢相信。原来抢包的人和那个骑自行车的人是一起的，他们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汽车前面自己摔倒，然后大叫救命，让别人都看他。另一个人就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拿走车上的东西。这次因为唐甜甜在车上看到了这一切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拿走车上的东西是很少被人发现的。而且前面摔倒的人还可以向开车的人要钱，结果是他们2个人都能搞到钱。抢包的人说，他们这样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只是这一次没成功。这次他们没成功，除了因为唐甜甜坐在车上以外，另一个原因是抢包的人被公园门口的那个雕像推倒了。谁会想到那个不动的雕像会突然变成一个能推人的人呢？唐甜甜这时候忽然想起了那个雕像，就对高瑞丽说：那个雕像一定是一个人装扮的，我们得好好谢谢他。他们到公园门口的路边找，可是雕像已经不在那里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高瑞丽和唐甜甜只好请警察帮忙。警察也想找到那个装扮成雕像的人，因为他的帮助，他们抓到了抢包的人，警察也要谢谢他。警察检查了公园门口的电子摄像，发现那个雕像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0点来这里。他站在公园门口的马路旁边，摆出可爱的样子，让大家跟他一起照相。他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来公园的人认为他就是一个雕像，不知道原来是一个人装扮的。他每次在那里的时间都不长，差不多50分钟左右，
快到11点的时候就会离开。到哪里去找那个装扮成雕像的人呢？警察看到街对面的路边有一个帮人擦鞋的老人，就对高瑞丽说：你们去问问那位老人吧，他每天在这里擦鞋，也许知道那个人是谁，去了哪里。找到了那个人以后，请你们也告诉我们。高瑞丽和唐甜甜就去问那位擦鞋的老人，老人果然知道，他告诉他们，装扮雕像的人叫胡美美，在绿宝石餐厅当服务员。星期天上午餐厅不太忙的时候，他就来这里装扮成雕像，让别人跟他拍照，给他一点钱。老人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着附近的一家饭馆，就在马路对面的超市旁边。胡美美。高瑞丽和唐甜甜听到这个名字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他们都在想，叫这个名字的人应该是一个女的，装扮成雕像，帮他们抓住抢包人的，原来是一个女人。这一点他们怎么都没想到。3，一家人都来昆明。高瑞丽和唐甜甜马上就去了绿宝石餐厅，想快点找到胡美美。在路上，唐甜甜问高瑞丽：胡美美会不会就是一个男孩子，但是有个女孩子的名字？二位好，欢迎你们，请坐。高瑞丽和唐甜甜刚走进饭馆，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就笑着走了过来，把他们带到一个空桌子旁边，把菜单递到唐甜甜的手上。高瑞丽对唐甜甜说：现在是午饭时间了，我们就先吃饭吧，我有点饿了。两个人在椅子上坐下，翻着菜单，点了一个牛肉，一个青菜，还有一个鸡蛋汤。服务员问：来瓶啤酒吗？唐甜甜说：我们是开车来的，不能喝酒，给我来点饮料吧，一杯果汁。瑞丽，你要咖啡还是茶？来杯茶，最好再加一盘水果，苹果或者葡萄都行。高瑞丽说完，接着又问：小姑娘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。服务员笑着回答：你们餐厅有个叫胡美美的服务员吗？唐甜甜问。姑娘说：有，就是我，我叫胡美美。你们是问上午在公园抓坏人的事吧？高瑞丽和唐甜甜没想到，胡美美刚看到他们进饭馆的时候，就知道他们是来找自己的。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！这么容易就找到了胡美美。高瑞丽举起右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，高兴地说：上午在公园里，你帮助我们抓住了那个抢包的人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唐甜甜拉着胡美美的手，高兴地说：没关系，不用谢。见到有人做坏事，大家一起帮着抓住坏人是应该的。胡美美笑着回答的也很愉快。你们先坐，我去给你们拿果汁和茶。说完，胡美美把菜单送到厨房。不久，菜就上来了。高瑞丽和唐甜甜开始吃饭，胡美美就到别的桌子旁边去照顾别的客人了。听胡美美说话不像是昆明人，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。除了在这里当服务员，她还有没有别的工作？高瑞丽一边吃饭，一边对唐甜甜说：你什么意思？看见人家小姑娘长得漂亮，你就关心人家的工作？你有什么想法是不是？你给我小心点儿。唐甜甜看着丈夫，
假装有点生气的样子。别乱说，我哪有什么想法？我是说，胡美美真是个好人，她帮我们抓了坏人，还不要我们谢她。你看，她在这个小饭馆当服务员，还去公园办雕像，让人照相，挣一点小钱。她的生活一定不容易。我在想，这么好的年轻人，我的公司也需要啊。如果她愿意去我的公司工作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她帮了我们，我们也帮助她，对大家都好。高瑞丽这么一说，唐甜甜也觉得有道理。他们吃饱了，喝好了，继续坐在那里，等着胡美美忙完有空了，他们要跟她谈一谈。午饭的时间过了，客人少了，饭馆里安静下来了。胡美美在午饭后有一点休息时间，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儿。他们请胡美美坐到一起。原来，胡美美的家在云南西边的瑞丽县，离昆明很远，差不多有800公里。4年前的秋天，胡美美读完中学就离开家，到昆明来上大学。她高考的成绩很好，考上了这里最有名的云南大学。胡美美在学校学习的是艺术专业，今年是大学4年级，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要毕业了，现在正在找工作。上大学这4年，她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挣钱。她的一份工作是在饭馆当服务员，因为是学习艺术的，又对人的雕像很感兴趣，她就想到了照一个云南傣族男孩子的样子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雕像，不忙的时候就到百花公园门口让人拍照，这样既练习了艺术，又可以多挣一点钱。今天上午装扮成雕像，站在公园门口的马路旁边，他没想到会有人在那里抢别人的东西。听到唐甜甜大叫着抓坏人以后，他看到抢包的男人跑到他面前，他想也没想，马上就用手将那个抢包的人推倒了，忘记了自己那时候是一个雕像。因为饭馆中午上班的时间到了，坏人刚被抓住，他就马上回饭馆了，帮高瑞丽和唐甜甜抓住了坏人，他也非常高兴。你在找什么样的工作？找到了吗？高瑞丽问他。我喜欢我的艺术专业，希望毕业以后能继续做艺术方面的工作。要是跟雕像有关系的工作，那就太好了。可是这样的工作很难找到，如果不能很快找到，我就先在这个饭馆给我爸爸妈妈帮忙。胡美美说。给你爸爸妈妈帮忙？这个绿宝石餐厅是你家开的？唐甜甜问。是的，我弟弟去年秋天也来昆明上大学了，我们2个人都上大学，需要用很多钱，我爸爸妈妈就决定也跟我们一起来昆明。我们上学，他们打工。他们认为在城市里只要努力认真做事，不怕吃苦，应该能够挣到钱。去年暑假离学校开学还有1个多月，我们一家从瑞丽先坐汽车，再坐火车，4个人一起来到了昆明。我爸爸在一个公司打工，妈妈帮一个人家做饭。我妈妈很会做饭，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的饭菜，她做出来又好看又好吃，那家人特别喜欢。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努力，但是挣的钱不多，不够一家人花。在昆明生活，做什么都要花钱，不像在瑞丽的家里。后来一个朋友对我妈说，你做的饭大家都爱吃，开个饭馆吧，挣的钱多了。听了那个朋友的话，爸爸妈妈从银行借了一些钱，租了现在这个地方，
开了这个绿宝石餐厅。我们早上卖点饺子、蛋糕、稀饭什么的，中午和晚上卖米饭和炒菜。这里的房租有点贵，但是房子有2层，下面1层开饭馆，上面的房间做我们的卧室，不用再租房子，这样也少了一些房租。叫绿宝石餐厅，跟你家在瑞丽有关系吧？高瑞丽问。是的，你一定知道我们瑞丽是个出宝石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把这个饭馆叫做绿宝石。这个名字还是我取的呢，爸爸妈妈和我弟弟都觉得很好。这里离公园很近，我妈做的菜大家喜欢吃，来的人不少，所以我们饭馆的生意还不错。这个饭馆现在就是我们家的绿宝石了。胡美美这么一说，大家都笑了，真是一个让人开心的姑娘。4. 您见过这2样东西吗？你愿意去我的公司工作吗？我们那里需要你这样做雕像的大学生。高瑞丽问胡美美。听完胡美美介绍她自己和她家的情况，高瑞丽心情很好，上午被人抢包的不愉快早就没有了。她在心里决定，只要胡美美愿意，她就请她去自己的公司工作。她想，爸爸给她取名字叫瑞丽，是因为一直忘不了瑞丽那个地方。胡美美就是从瑞丽来的，而且她人很好，又喜爱雕像艺术，这不正是自己文化艺术公司需要的人吗？去您的公司工作？高瑞丽的问题有点突然，胡美美没有想到。是的，我的公司叫高山文化艺术公司，就在昆明，我们有雕像方面的工作，对你很合适。高瑞丽马上说。您公司的名字叫高山，还有雕像方面的工作，那太好了。听到高山这个名字，胡美美马上想到了一个人，一个爸爸要她找到的人。她想，不管高瑞丽的公司怎么样，她都应该去看一看，试一试。也许爸爸要找的人跟她的公司有什么关系呢？胡美美工作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暑假到了，毕业了，胡美美来到高山文化艺术公司，开始了雕像方面的工作。上大学这4年，她一直在昆明找一个叫高山的人，当然这是爸爸的要求。4年前，她刚知道自己考上云南大学的时候，爸爸就对她说，到昆明以后，有空时一定要把高山叔叔找到。爸爸还把很久以前高山寄来的一封信给了他，里面有一张名片，写着高山的工作地址。那是一个比较大的电脑公司。进大学没多久，胡美美就找到了那个地方。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楼，她坐电梯找到在8楼的电脑公司，问了很多人，可是没有找到高山。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人告诉她，这里从前是有一个叫高山的人，但是他早就离开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好像是自己开公司去了。胡美美没有找到高山，今天却遇到了高瑞丽。胡美美心里想，高瑞丽姓高，名字叫瑞丽，她的公司的名字叫高山，这些听起来不都跟高山叔叔有特别的关系吗？这个公司会不会就是高山叔叔开的呢？胡美美把这些问题放在心里，没有马上问高瑞丽。她想，爸爸要找到高山叔叔，是要把那件重要的东西还给他，
这事儿不能着急，他要先到公司去工作，再找机会了解情况。胡美美在高山文化艺术公司工作得很愉快。一天，高瑞丽对她说：我把你来我们公司工作的事情告诉了我父亲，他听说你是从瑞丽来的，要你去见见他，就在今天下午。您的父亲要见我？胡美美问。是的，他以前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，现在不工作了。高瑞丽说。老董事长是不是叫高山？胡美美接着问。你很聪明，猜对了。这个公司是我父亲开起来的，公司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。高瑞丽回答。胡美美非常高兴，自己想的很可能没错，爸爸要找的高山叔叔就在眼前了。那天下午，高瑞丽开着车，带着胡美美，开了大概20多分钟，把胡美美带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里。院子很漂亮，有很多树和花，草地也不小。草地后面是一个3层的小楼。胡美美跟着高瑞丽走进小楼。客厅的沙发上，一位老人戴着眼镜在看报纸，沙发上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猫。老人有些瘦，头发全都白了，但看起来很健康，年纪也不是很大，大概60多岁。看到他们进来，老人站了起来。爸，这就是公司新来的胡美美，她家在瑞丽。高瑞丽对老人说。欢迎欢迎。老人放下报纸，笑着走过来跟胡美美握手。胡美美听同学说过，像董事长这样的公司老板，他们见了都有点怕。这位老人一点儿也不让人害怕，可是胡美美还是有些紧张，也可能是因为特别高兴，她只是笑着，不知道该对董事长说些什么。董事长让胡美美在沙发上坐下，保姆从餐厅给她送来一杯茶，还有香蕉和苹果。窗子外面的小风吹进来一些花香，还有几声好听的鸟叫。董事长问他：在公司工作习惯不习惯？老家瑞丽那边怎么样？家里有几个人？生活的怎么样？老人问得很多，对胡美美的回答，他听得也很认真。最后，他对胡美美说：你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告诉我们，不要客气。希望你在公司里工作愉快。听到这里，胡美美明白，她应该离开了。可是，她想问的问题还没有问呢。董事长，我带来了2样东西，想请您看看，可以吗？她一直想说的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才合适，现在总算说出来了。什么东西？让我看看。老人问。胡美美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张照片和一个信封，然后从信封里拿出一张纸。她把照片和那张纸都送到老人的手上，说：董事长，请您看看，您见过这2样东西吗？照片上是一个木头盒子，看起来有些旧了，纸上写着几句话。老人看看照片，又看看纸上的字，看了好几遍，眼睛慢慢有些湿润了。5. 从昆明来的大朋友。那是30多年前了。
那些年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候，大学都关门了，学校的教授们被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活。城市里的中学生们毕业以后，也要离开自己的城市到农村去，和农民一起生活劳动，在农村学习锻炼。18岁那年，高山从昆明的中学毕业，他跟一些同学一起被安排到了瑞丽县的农村。高山查了地图，从地图上可以看到，瑞丽在云南的最西边。瑞丽的西边、北边还有南边都是外国，有些村寨是和外国连在一起的。从昆明到瑞丽，路上大部分都是山，路很远又非常难走，汽车走走停停，开不快，开了好几天才到。到了瑞丽，山少了一些，田地多起来了，还有几条河从这里流过。到了县城以后，汽车就不能开了，得靠2条腿走路，需要半天时间才能走到高山要去的村寨。他们的行李也不轻，都要自己带着，真是又苦又累。瑞丽虽然田地多，但是人少，生活在那里的人大部分是少数民族。不少人连汉语都讲不好，也不会写汉字，所以国家把北京、上海和昆明的一些年轻人送到这里来，希望他们一方面向农民学习农村的劳动知识，在农村锻炼自己，另一方面也能帮助瑞丽，使瑞丽发展得好一些。高山他们去的那个村寨条件很差，没有马路，没有电，没有电话，当然不能看电视，也没有图书馆和篮球场，商店和邮局离这里都很远。在村寨里，人们的房子很挤，生活很困难。但是，对于城里来的青年学生，大家都十分欢迎，生活上也特别照顾。村寨的领导安排高山住到东边的胡登明家里，让胡登明负责教他做村寨里的事情。胡登明家里有4口人，他的妈妈，他的妻子，还有一个儿子。妻子姓王，儿子叫胡新一。胡登明的爸爸因为身体不好，很早以前生了一场大病就死了。高山住在胡登明家以后2个多月，胡登明的妈妈也病了，一开始只发烧咳嗽，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，因为没有钱去医院看大夫，不久也死了。高山每天早上在鸟的叫声中起床，白天在村寨里和农民一起劳动，每天都很不轻松。但跟胡登明一家人在一起生活，高山觉得很愉快。他叫胡登明和胡登明的妻子胡叔叔、王阿姨，他们对高山都很好，生活中总是照顾他。有时候高山太累了，王阿姨还会帮他洗脏衣服。高山和胡新一住在一个房间里，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，像是哥哥和弟弟一样。胡新一比高山小5岁，他有一条小黄狗。高山来这里以前，小黄狗是他最好的朋友。胡新一常常带着小狗一起玩，他到山里或者田里干活回来，小狗都会跑到门口去接他。现在高山来了，胡新一多了一个城里来的大朋友。高山离开昆明时，妈妈怕他到瑞丽以后想念昆明，给他买了几张昆明的风景画。他们一起把画贴在房间的墙上。胡新一那时才13岁，还是个孩子，
但是已经不上学了。一个原因是学校太远，上学不方便；另一个原因是，那时候的农村人总是认为孩子上学读书没有用，只要能认识一些字，上厕所时知道哪个厕所是男的，哪个厕所是女的，会数数，能算简单的账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读到高中。而且读完了高中也不能上大学，就像高山一样。所以中学1年级还没有上完，胡新一就离开了学校，没有继续上。但是胡新一很想知道城里的事情，常常问高山很多问题。昆明是什么样子的？怎么才能去北京？火车跑得快吗？飞机是怎样飞上天的？只要是高山自己懂的，他都会告诉胡新一。高山来的时候，带了几本在学校没有读完的书，还有一本词典。他也把书借给胡新一看。胡新一只看得懂其中一本故事书，有不认识的字，他就查查词典，或者问问高山。高山还教他唱歌，有时候他们也聊一聊年轻人的事情，互相开开玩笑。高山不忙的时候，胡新一就带着他到山里摘水果，去河里抓鱼。每次抓鱼回来，一家人就有一顿非常好吃的晚饭，大家都很开心。高山来他家以后，胡新一每天都觉得很快乐。6. 一块能发光的石头。一天下午，一场大雨过后，天晴了。高山对胡新一说：上次我们去南沽河抓鱼，我看到河里有些石头，样子很好看，我们去那里找几个回来好不好？在昆明的时候，高山就喜欢各种各样的石头，家里大概有几10块。他还用石头做过2个小小的雕像。当然好啊，也许我们还能在河里找到宝石呢。胡新一说。只要是跟高山一起玩的事情，胡新一都很高兴。村寨里的大人都说，南沽河里有宝石，但是很少有人真的找到过宝石。他们很快来到河边，河不太大，两边长着绿色的树，河里流的水很干净。他们把鞋脱下来，放在河边的树下，光着脚走在河水里，凉凉的，非常舒服。高山看到样子漂亮的石头，就拿到河边上，长的、圆的、不长不圆的，不一会儿就有10几块了。虽然样子好看，但都不是宝石。胡新一帮他把这些石头一起拿回家，放到房间里，看起来还真不错。几个星期以后，一天下午，天阴了，没有风，很热。高山在村寨的田里干完活，回家的时候从南沽河经过，他又把鞋脱下来，坐在河边的一块大一点的石头上。河水有点凉，他觉得没那么热了，又低下头，用河水洗了洗脸。刚才还觉得很累的身体，现在一点儿也不累了。天快要黑了，高山的肚子也饿了。他正要回家，忽然看到脚边有一块石头，里面好像发出来一道白色的光。他拿起来一看，石头是圆的，比胡新一家喝汤的那个大碗还要大，大概有10几斤重。颜色是黑的，上面有些白色的线条，看起来有点特别。高山把石头拿了回去，给胡新一看。胡新一说：不知道是不是宝石，
让我爸爸妈妈看看吧。胡叔叔和王阿姨看了石头，觉得颜色有点奇怪，但他们也不清楚是不是宝石。胡叔叔对高山说：我们村寨北边的老赵有经验，我们去请他帮忙看一看。他们拿着石头，很快就到了老赵家。老赵把那块石头放在桌子上，找来一个手电，照在石头上面，把石头翻过来又翻过去，眼睛一直在看，然后对高山说：卖给我吧，我给你30块钱。30块，在那个时候是很多钱。高山的爸爸在昆明工作，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8块。可是高山说：对不起，赵叔叔，我也喜欢石头，这块石头我想自己留着。高山和胡叔叔谢了老赵，拿着石头回去了。看来这个石头可能是一块宝石呢。高山很高兴，胡新一也很高兴，胡叔叔和王阿姨也为高山高兴。高山请人帮忙做了一个木头盒子，把这块特别的石头装在里面。有空的时候，他就拿出来擦一擦，看一看。有了这块石头，他在瑞丽的生活好像更有意思一些了。7，留给你们做个纪念。2年过去了，又是一个秋天。村寨周围的树很多，红的、黄的，到处都是，非常漂亮。一天，高山还在村寨的田里劳动，爸爸妈妈从昆明寄来一封信和一张报纸。信里和报纸上说着同一件事情：从明年开始，大学又要开学了，中学毕业的学生又可以参加高考了，考上了就可以上大学了。过了几天，爸爸妈妈还给高山寄来一些中学用的书，数学、语文、英语的书都有。他们让他赶快复习，准备高考。书如果不够，就跟别人借，借不到的书，他们从昆明买了再寄给他。跟很多中学生一样，上大学一直是高山的一个梦。他向村寨的领导申请，领导觉得他这2年在村寨的表现不错，有很大进步，同意他参加高考。从收到爸爸妈妈的信那一天开始，除了在村寨里参加一定的劳动，别的时间他都在认真地复习功课。他早上很早起来学习英语，晚上复习语文、数学，每天都到很晚才睡觉。那时候中国的大学很少，要考大学的人很多，考上大学很难。高山告诉自己，一定要特别努力，认真准备，不能马马虎虎。王阿姨看到高山这样努力，每天晚上学习到半夜，做晚饭的时候就多做一些留下来，让他晚上肚子饿的时候再吃。胡新一从山上摘来的水果也总是给他拿一些。胡叔叔一家人这样照顾他，高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12月8号到9号2天是高考的日子，天气很好，高山参加了考试。后来高山考上了，成绩不错，他想回昆明，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，就选择了云南大学。过了新年，高山就要去昆明上大学了。胡新一一家替他高兴，心里又有点难过。离开这么好的一家人，高山心里也不舒服。决定要离开的那天晚上，胡叔叔把高山叫过来，
将一个信封放到了他的手里。高山打开一看，信封里是钱，有很多张，大部分是1块的，也有一些是5毛的、1毛的，一共大概有10多块钱。胡叔叔，谢谢您，这个钱我不能要。高山说着，要把信封还给他。高山知道，瑞丽的村寨条件这么差，这些1块的、5毛的、1毛的钱，一定是胡叔叔一家人一点一点留起来的。他们挣钱太不容易了。胡登明说：“你听我说，这钱你得拿着。我们在这里生活虽然不太好，但是有吃的，有喝的。可是你上大学没有钱不行，你爸爸妈妈也困难，能帮你的也不多。再说你考上了大学，按照这里的习惯，有这样大的好事，最好要请客，请村寨的人一起吃饭喝酒，请客也要花钱呀。”高山对村寨的习惯了解的还不够，听胡叔叔说应该请客，他算了一算，爸爸妈妈寄给他的钱真不够。他对胡叔叔说：“那好，这个钱我收下，以后一定找机会还您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”过了几天，高山到街上的商店里买了肉、鱼、鸡和酒，还有一些别的菜。王阿姨做菜，胡叔叔和胡新一帮忙。他们请来了村寨的邻居和朋友们，大家吃了饭，又一起唱歌跳舞，开开心心的一直跳到很晚。朋友帮他买好了汽车票和火车票，第2天高山就要走了。这天夜里，胡新一已经睡着了。高山从床上爬起来，找出一张纸，拿起笔，他在纸上写着：“胡叔叔，这2年在您家里，您一家人给了我很多照顾，这次又给我这么多钱，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们。这块石头留给你们，做个纪念。我会想念你们，以后还会来看你们。高山，1978年2月20日。”写好以后，他把装着那块石头的木头盒子打开，把信放了进去，然后把木头盒子放在房间里胡新一不太注意的地方。他又拿出一件新衬衫，还有他带来的那些书和词典，都放在房间的桌子上。那是他给胡新一的礼物。8. 朋友的东西不能卖。回到昆明的家里，见到爸爸妈妈，高山才知道妈妈已经病了好长时间了。他们没有写信告诉高山，怕影响高山复习功课，准备高考。妈妈病得很重，需要很多钱看医生，家里的情况很困难。他一边上大学，一边和爸爸一起照顾妈妈，比在瑞丽的时候更忙了。爸爸的年纪也大了，家里的大部分事情都要靠高山帮忙。大学4年，高山很少有时间休息，更没时间回瑞丽去看胡叔叔一家人了。那个时候没有手机，没有网络，一般人家也没有电话。高山每年给胡叔叔他们写1-2封信，收到他的信以后，胡新一也会给他回信，这样他们都知道各自的情况。在第1年的回信里，胡叔叔还告诉高山，那个木头盒子里的石头是高山喜欢的东西，他们现在帮高山留着，等到他什么时候再去瑞丽，他们就还给他。大学毕业以后，高山去了一家电脑公司工作。他拿到工资，给胡叔叔和胡新一寄过2次钱。
那时候他的工资也不高，每次只能寄20块。胡叔叔回信时，除了谢谢他，还叫他以后不要再寄钱了。后来，高山结婚了，他们搬了家，家里的老房子也没有了。他告诉了胡新一新地址，但从那以后，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他就没有收到过胡叔叔和胡新一的回信。他听说瑞丽后来发展得很快，是不是胡叔叔的家也搬了？高山很想找时间去一趟瑞丽，可是他开了公司，太忙了。开公司的第2年，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就更没有时间了。他对妻子说，作为纪念，他要让儿子的名字叫高瑞丽，妻子也很同意。高山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，高瑞丽大学毕业以后也来父亲的公司帮忙。一直到前2年，高山觉得累了，人也有些老了，就不当董事长，把公司都交给了儿子高瑞丽。在瑞丽这边，胡叔叔家的情况变化也很大。胡新一结婚以后，他们全家从村寨搬到了县城边上。妻子先给他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胡美美，3年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胡飞云。他们的生活虽然还是不容易，但是比以前好多了。只是胡叔叔和王阿姨年纪大了，身体越来越不好。在过去的30多年，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，社会上一些有钱人和做生意的人知道云南的瑞丽出宝石，就都跑到这里来买。一天，街上来了一个人，个子矮矮的，还有点胖，听他说话像是上海来的。他也是来瑞丽买宝石的。他说，如果宝石很好，他可以出很多钱。胡登明叔叔家的邻居知道他家有一块特别的石头，就告诉了那个买宝石的人。胡登明说，我们家是有一块石头，但不能卖。那块石头不是我们的，是一个朋友留在这里的。买宝石的人又说，可以让我看看吗？胡登明本来不想让外边的人看，因为那是高山的东西。但是买宝石的人不走，他说他是研究宝石的，很有经验，不卖给他也可以，但还是希望胡登明给他看一眼，让他对宝石多一些了解。看了以后，他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胡登明，这对胡登明也是一个帮助。胡登明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，让一个对宝石有很多知识的人看看，说说他的看法。以后他还给高山的时候，也可以告诉高山这块石头怎么样，可以卖多少钱。胡登明让胡新一拿出高山留下来的那个木头盒子，然后亲手把它打开。买宝石的人拿出一个特别的手电，上上下下的在那块石头上照着，把石头照得很亮。看了很长时间，他对胡登明说，老人家，这确实是一块不错的宝石，您愿意卖给我的话，我可以出30万。30万！胡新一一听，差点叫了出来。他没想到高山留下的这块石头现在可以卖这么贵。胡登明还是很安静的样子，他在桌子边上坐着，对买宝石的人说，谢谢你告诉我这块石头真是宝石，可以卖很多钱。不过非常抱歉，朋友的东西要还给朋友，不管多少钱，我们都不能卖。那天晚上，吃完晚饭，全家人在桌子边上坐着。胡登明对大家说，那块石头是高山的，
你们要找到高山，还给人家。糟糕的是，胡登明叔叔和王阿姨年纪都大了，等到孩子们找到高山这一天，他们已经死了7、8年了。酒，比宝石更贵的东西。高山听完胡美美介绍他家这些年的情况，知道胡新一现在就在昆明开饭馆，他让保姆给胡美美的茶杯里加了点热水，又请胡美美给他爸爸打电话约好时间，然后对儿子高瑞丽说：你把公司的事情安排一下，马上开车送我和美美去他家的饭馆，我要去见我这个瑞丽的弟弟。车子还没到绿宝石餐厅，胡新一和他妻子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他。高山下了车，快快走过去，一下子抱住了胡新一。30多年没有见面了，那是和他在一起抓过鱼、找过宝石、睡过一张床的弟弟呀。你也不年轻了，我们都老了。他抱着胡新一，嘴里不停地说着。今天的晚饭，他们就在胡新一的饭馆吃。胡新一的妻子做了几个瑞丽村寨特别的菜，大家都喝了点酒，一起谈得特别开心。晚饭刚吃完，胡新一的妻子从楼上抱来一个木头盒子，小心地放到桌上。胡新一对高山说：我爸爸对我们说过很多次，让我们一定要找到你，把你留在我家的这块石头还给你。我们找你找了很长时间，现在总算找到了。这块石头是我留给你们的，给你们做纪念的，怎么能还给我呢？高山不愿意收下那个盒子。这不是一般的石头，是一块真的宝石，可以卖很多钱的，太贵了，我们怎么能要啊？而且把它还给你，这是我爸爸说过的话，我们要对他负责呀。胡新一说：能卖多少钱都不应该还给我，留给你们做纪念，那是我写在那张纸上的，我说过的话，我也要负责啊。高山回答。胡新一和高山一个人要还，一个人不收，两个人都说要对说过的话负责。没有合适的办法，高山就对胡新一说：我们现在先不做决定，你什么时候有空陪我回一趟瑞丽，带我到老村寨去看看，也看看你的新家，好吗？这个主意胡新一也同意。过了几天，他安排好了绿宝石餐厅的工作，高瑞丽给他们买了机票，两个老朋友很快从昆明飞到了瑞丽附近的机场。下了飞机，坐在去老村寨的一辆汽车上，高山很久说不出话来。瑞丽，这里的山和水，这里的人和事，这里的蓝天、空气和花香，还有太阳下的劳动，月亮下的舞会，所有这一切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。苦过，累过，唱过，笑过，日子过得真快呀。算一算，30多年过去了，这些年在忙什么呢？自己去过许多城市，也访问过一些国家，可是一次都没有回过瑞丽。高山在心里问自己：是我忘记了瑞丽吗？不，他一直计划着要回瑞丽来看看，一次又一次梦见这里的村寨，梦见胡登明叔叔家。如果不是把瑞丽放在心里，又怎么可能一次又一次梦见这里？胡新一也知道，瑞丽一直在高山的心里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是不会把儿子的名字叫做高瑞丽的。瑞丽真的变了，
老村寨也有可以开汽车的大马路了。1个多钟头以后，他们在老村寨下了车。高山做的第一件事是手里拿着花，来到胡叔叔和王阿姨的墓地。他要告诉胡叔叔和王阿姨，那年离开这里的时候，他说过会回来看他们。现在他来了，只是他觉得对不起2位老人。他来得太晚了。离开墓地，胡新一陪高山去了村寨，去了他那时劳动过的田地，还去了他们一起抓鱼找石头的南沽河。最后他们来到了胡新一家的老房子那里。胡新一家的房子已经没有了，几个邻居家的房子也不在了，大家都搬到了别的地方。现在这里是一块比较大的空地，上面种了不少青菜。高山在那里站了很久，他对胡新一说：虽然有些人家搬走了，但是大部分人家还住在老村寨周围。这里需要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学校，需要知识和科学。我们把那块宝石卖掉，我自己再拿一些钱，在这里建一所小学，学校的名字就叫登明小学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听到高山这个想法，胡新一也觉得非常好。他很感谢高山这样安排。他想，父亲在天上如果能知道高山的这个决定，他一定也会非常高兴。1年以后，学校就要建成了。高山让胡美美设计好了一个石头雕像，雕像当然是他爷爷胡登明的样子。在雕像上，高山用毛笔写了6个字，对1句话负责。他希望以后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孩子们都能懂这句话，懂得这个世界上有比宝石更贵的东西。